榮耀 Magic 8 RSR 保時捷設計版，它是榮耀 Magic 8 Pro 在工業設計、在外觀、在做工用料方面的升級版。那之前 Magic 8 Pro 我們已經做過幾期測試了，它的影像實力確實非常不錯。但現在這個年月好像就跟人似的啊，光人好像還不夠，還得長得好看、會打扮才行。那介於保時捷設計版在影像硬件方面跟 Magic 8 Pro 是沒有什麼區別的，那麼它在影像對比中呢，肯定也是沒有什麼大區別的。好，那這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，歡迎收看 ZPH， 別忘了點讚和不對啊。那雖然說硬件方面沒有什麼大區別，但是軟件方面要有區別呢，所以他們倆還是得拉出來再對比一下。而且某些環節呢，我們還會拿上新出的小米17 Ultra 徠卡版和華為的 Mate 80 Pro Max 來進行对比啊。但是這不是正式對比啊，因為这台手機現在還是工程版固件，等升級到正式版固件之後呢，才能進行詳細的對比測試。本期看點如下，推薦大家仔細去看。那正式測試前呢，肯定是攝影環節了。非常感謝在視頻回復裡上傳攝影作品的朋友，是你們真正的帶着更多的人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也非常感謝給我們節目點讚和加關注的朋友，這是讓我們這檔節目繼續更新下去的動力。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攝影環節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。器材虽然分好壞，但是攝影不論器材，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歡迎收看 ZPH，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。那麼下面我們就來看看，還有一台設備，就看看這4台設備的表現吧。那 Magic 8 RSR 保時捷設計版的後攝呢，跟 Magic 8 Pro 是一樣的，主攝超廣角和 3.7 倍的2.1像素長焦。那當然了，拍攝界面呢也是一樣的，0.5 倍是超廣角1倍主攝，2倍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3.7 倍是長焦的光學焦段，那最上面的10倍呢就是 3.7 倍的數碼變焦了。提供的色彩模式選項呢跟 Magic 8 Pro 當然也是一樣的啦，你可以自定義色彩模式， AI 追色呢也是3種，經典的色調呢也是3種，然後上面是各種膠片的模擬顏色。比較貼心的是 Magic 8系列每種色彩模式都有相應的說明，它告訴你各種色彩模式的特點，而且也告訴你應該在什麼場景下使用這些色彩模式。多多利用廠家給的這些色彩模式去創作啊，廠家也像我一樣，非常希望大家能參與到攝影中來。雖然說在影像硬件上跟 Magic 8 Pro 呢沒有什麼區別，但是在設計語言上、用料啊、做工方面，這回保時捷設計版跟 Magic 8它的差別還是挺大的，一眼就能看出來。系統 UI 也是經過重新設計的，配色啊、造型什麼的都是保時捷設計版獨有的。那下面咱就正式聊這台手機在影像、在光學方面的表現了啊。我們還是先從主攝開始聊，參數都列這兒了，就不挨個念了，咱們直接看它的實拍效果。測試方式就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拿起來就拍。先看第一組对比，对比的是 Magic 8 Pro， 兩邊由於硬件是一樣的，那拍出来的照片呢，基本就跟一台手機拍的似的，顏色風格也是非常接近的。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也可以說是一模一樣。那再看一組对比，這回对比的就是新出的小米17 Ultra 了。這回两邊在色彩風格方面就有區別了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
那麼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可以看到，在光学素質方面两台主攝還是非常接近的，但是在數碼處理痕跡方面是不一樣的。榮耀這邊看起來更柔和，而小米那邊呢是有銳化的，而且黑色字體方面呢也做了加強，看起來更清晰。那保时捷設計版它的系統固件呢還是工程版固件，還不是正式版固件啊。那麼對比一下其他的品牌就可以了。那麼它的主攝呢也是有5000万像素的啊。那现在对比的呢就是它自己的榮耀 Magic 8 Pro， 那兩邊的硬件呢是一樣的。那目前看呢，在解析力方面，高清模式下的解析力啊，两邊也是一模一樣的。那镜组的光学質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質把控方面啊，对比自家的 Magic 8 Pro 呢，两邊也可以說是一模一樣的啊。無論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都是如此。那最起碼在品控方面啊，做的還是挺一致的。再說超廣角鏡頭，參數都列這兒了，就不挨個念了啊。不過這裡要說一下榮耀啊，還是應該把感光器大小這樣的參數公布一下，因為它跟光學跟像場有關。你可以不說型號，但是大小還是應該說一下的。第一組對比樣片对比的還是 Magic 8 Pro 啊，兩邊超廣角的硬件是一樣的。那麼拍出来的樣片呢，從觀感、從色彩風格再到中心解析力也是這麼的一致。那這組對比呢，還是對比小米17 Ultra 啊，從色彩風格方面，它們的差距還是有的。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兩邊依舊是不分伯仲。超廣角也是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麼跟 Magic 8 Pro 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比呢，兩邊還是一模一樣的。不過這回從整體的色彩風格上看呢，紅色部分還是略有差別的，对吧？那鏡組的光學質量，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呢，兩台榮耀還是這麼的接近啊。無論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，最起碼品控方面做得很一致。再說長焦鏡頭，1.4/1兩亿像素的大底長焦啊，3.7倍的鏡頭，灯效焦段約等於85毫米。對比樣片，先從2倍開始看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，跟 Magic 8 Pro 比呢，在觀感和解析力方面都是非常的一致。現在是3.7倍鏡頭光學焦段的对比，那不放大看呢，兩邊還是這麼的一致，但是放大看呢，畫面還是有些區別的。保時捷設計版這邊在明暗過渡方面處理的是跟 Magic 8 Pro 是不一樣的，光學解析力兩邊差不多，就是在數碼處理上略有區別。現在是3.7倍2亿像素高清模式的对比，那不放大看呢，兩邊依舊是非常相近的。但是放大看呢，你還別說啊，有區別了，某些局部在清晰度方面是保时捷設計版看起來更好。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跟 Magic 8 Pro 比呢，不放大依舊沒有區別，放大以後還真有區別。在明暗过渡上，保时捷設計版這邊在觀感上是比 Magic 8 Pro 強一點的。現在是3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其實30倍我平常我也不用啊，因為成像的畫質已經很糟糕了，再遠的我更不可能用了。不過這裡還是对比一下，讓大家看一眼啊，跟 Magic 8 Pro 比呢，兩邊差不多。30倍數碼變焦這樣呢，也可以跟小米17 Ultra 對比一下。那之前測過小米的了，它的30倍數碼變焦還是可以的啊，大家應該也看到了。那麼這回保時捷設計版跟小米比呢，就說，怎麼說呢？反正都是數碼處理痕跡的區別啊，並沒有拉開什麼差距。那可以跟小米再對比一組自然紋理比較豐富的場景啊，兩邊依舊是非常接近的。微距的測試比較簡單，榮耀這邊也是有專門的微距模式的，但是它都是用超廣角來拍攝的。當然在平時拍攝的時候，你也可以用主攝慢慢接近被攝物體，系統也會切換到超廣角，再裁切到主攝的焦段來拍攝。總之呢，保时捷設計版這邊跟榮耀 Magic 8 Pro 在微距方面效果是一致的啊，而且微距效果挺好。再說前攝，用的就是手機前攝的默認設置，沒有調其他的選項。那這兩台榮耀相互對比呢，可以說是一模一樣啊，但是它們的膚色都很好，而且磨皮棉的程度非常適中，可以把人物拍得精緻的同時，還保留了非常多臉上的細節啊，清晰度、解析力也都是非常高的。現在就是前攝錄像對比了，但是跟前攝自拍不一樣，他們在面部膚色方面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區別的，當然用的也都是手機的默認設置啊。只不過這點區別呢也無所謂了，他們在防抖跟清晰度方面依舊是同一水平的，效果都是不錯的。那再說人像对比，第一個場景呢對比的是華為 Mate 80 Pro Max， 膚色方面兩邊略有區別，從你們的屏幕上看，你們覺得哪邊的膚色好看，哪邊就好。但是它倆最大的區別是臉型的不同，是美顏的不同。那這組對比呢，我還是喜歡榮耀的臉型啊，因為後面你們會看到模特的真實臉型。這組人像呢，對比的就是小米17 Ultra 了。
两邊最大的區別呢，還是人物膚色上啊，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當時的環境啊是室內，光線還是挺複雜的。小米那邊是不是稍微有一些紅呢？那第三組人像對比呢，就是夜景的長焦人像了，對比的還是小米的17 Ultra。畢竟小米這邊的外號叫夜神嘛，但是這組對比呢，顏色的差別就比較大了啊。結合人物膚色的表現，還有背景顏色的表現，可以說是高下立判了吧。榮耀的表現更好一些，而且這回兩邊人物的臉型也都是非常正常的。難道長焦就是更適合拍人像嗎？再說直出曝光度的表現，那之前Magic 8 Pro 那台手機，它在這個環節的表現還是非常搶眼的。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，在大光比的環境下，3種默認的大色彩模式、自然、鮮明、質感啊，這3種色彩模式下，它的主攝跟超廣角都展現了非常好的亮部跟暗部細節呈現能力。那也就是說，它在任何環境下拍出來的照片都可以滿足你在後期的需求。那今天的主角榮耀 Magic 8 RSR 保時捷設計版，在這方面也繼承了榮耀 Magic 8 Pro 的優點。可以看到，在這些大光比環境下，系統主打的3種色彩模式——自然、鮮明、質感，它們的亮部跟暗部細節呈現都是非常好的，同樣也可以滿足你拍完之後在後期的需求。再說夜景對比，普通城市夜景呢，先對比的是自家的 Magic 8 Pro。这些场景呢，說是普通城市夜景啊，但是也是我們精挑細選的測試場景，它有強光，有陰影，實際的難度呢還是不低的。從對比樣片中，大家也能看出來，這兩台手機無論主攝還是超廣角，在這些測試場景中的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呢都沒有問題，而且也是處於同一水平的。那就算到了比較昏暗的城市場景，它們主攝跟超廣角的細節呈現呢也還不錯。那夜景長焦對比呢，咱們換一台手機啊，換成小米的17 Ultra。先看2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。那麼這組呢，在亮部的呈現方面呢是有區別的。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？我個人更喜歡小米的效果啊。現在榮耀是 3.7 倍，小米是 3.2 倍，它們都是光學焦段了，兩邊在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方面是同一水平的。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同樣的在亮部跟暗部細節的呈現方面呢，两邊也是屬於同一水平。現在是長焦在比較昏暗的場景进行對比了，兩邊都是 3.7 倍的光學焦段，效果是非常接近的。同樣的10倍數碼變焦的表現，兩邊也都比較優秀啊，也算是比較接近的。那來到極暗環境就要打開夜景模式了。極暗環境呢，咱們還是对比小米17 Ultra。主攝跟超廣角在第一個場景下的表現都是很不錯的啊，細節呈現都很好。第二個健身器場景還是比較極限的。那主攝的細節呈現方面，一開始我還真沒有想到是榮耀的表現更好。現在的榮耀拍攝夜景是可以調夜景曝光時長的，最短是1秒，最長也就是3秒。所有的極限夜景呢，我用的都是中間那檔，就是2秒的。因為小米在極限夜景下，它的曝光時長也就2-3秒左右啊，可能不到3秒，2秒多吧。所以榮耀這邊呢，我設的也是2秒。那超廣角在這個場景下的表現呢，也是十分接近的。現在樹葉都掉光了，超廣角拍起來壓力也沒那麼大了啊，但是細節呈現跟主攝還是沒得比。樹林小路場景主攝細節呈現方面，這回兩邊的差別倒是不大了，但是仔細看呢，榮耀這邊依舊是只強不弱。那麼超廣角的細節呈現方面呢，也是榮耀的稍微強一點。最後一個最難的場景，祖傳神樹 Pro 主攝的細節呈現方面，榮耀對比小米來說依舊是只強不弱啊，超廣角就說兩邊差不多吧。視頻錄製依舊用的是手機的默認設置，就是最接近現在社交軟件錄製的效果。那現在就是主攝手持走路的表現，沒有架子，沒有穩定器。對比的是榮耀 Magic 8 Pro 啊，由於兩邊的硬件呢是一致的，所以它們的效果也是非常一致的。現在是超廣角的錄像對比，同樣兩邊的表現也是非常一致啊，色彩啊、清晰度啊、防抖都是不錯的。现在是2倍數碼變焦的錄像對比，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。那對比結果呢，也沒有什麼懸念，兩邊依舊是非常接近的，防抖都非常好。但是在清晰度方面呢，我個人認為它們倆都可以再提高一些。現在是3.7倍焦段的對比，同樣它們兩個依舊是非常接近的。防抖方面呢，它們都有一些拖拽感啊，這種拖拽感兩邊的表現也是一致的。那麼在防抖方面呢，這兩台榮耀都可以再加強一下。不過話說到這兒呢，其實這回 Magic 8 RSR 保時捷設計版它的防抖能力還是非常強的。
你看现在我单手操作，从超广角開始變焦，一直變焦到長焦啊，再隨便取一下景，你可以發現它的防抖非常強。所有的操作也都是單手操作，另一個手來拍攝我的操作。可是你看它的防抖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它拍出來的樣片，剛才也看到了，那種拖拽感到底是因為自動幀率導致的不同設備的播放問題呢，還是它錄製過程中有一些其他問題呢？那這點呢，就留給廠家去解決吧。現在是兩台榮耀15倍錄像的效果，是他們錄像最遠的數碼變焦焦段了，清晰度都不錯啊，防抖依舊是有拖拽感。如果是靜止不動拍的話，他們倆的表現都是上乘的。但是這種橫移的拍攝呢，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倆都會出現這種拖拽的感覺啊。在防抖方面，榮耀還可以再加強一下。現在是兩台榮耀的主攝夜晚的錄像表現啊，同樣也是手持，沒有架子，沒有穩定器，清晰度是很高的，防抖跟白天比呢是有下降的。這兩台主攝的水平同樣是十分接近的。現在是超廣角的表現，兩邊依舊是十分接近的，就跟一台手機拍出來似的。那麼現在樹葉都掉光了，環境的光線呢比夏天肯定要亮一些。超廣角呢就說將能用啊，但是跟主攝還是比不了。現在是 3.7 倍長焦鏡頭的夜晚錄像對比的就不是榮耀了，是小米17 Ultra。兩邊的清晰度都是非常高的，但是榮耀這邊呢依舊會出現一些拖拽的感覺，小米呢偶爾也會出現，但是沒有榮耀明顯。現在是15倍數碼變焦的對比，兩邊的清晰度都是非常不錯的，但是兩邊都有拖拽的感覺，這回小米的拖拽感也比較明顯了。但是畫面中某些部分的清晰度是榮耀的表現更好，而且到了高光部分，雖然說榮耀的表現也不極致吧，但是看起來還是比小米強點兒。從本期開始，結尾的總結環節又回來了。在每期的結尾呢，我會再總結一下本次的評測結果，但是配圖用的是前面攝影環節中精選出來的網友攝影投稿。如果你也關注手機影像的話，那我希望你不要過分的在意輸贏，而是要像前面這些網友一樣參與到攝影中來。榮耀 Magic 8 RSR 保時捷設計版繼承了榮耀 Magic 8 Pro 強大的影像能力。那這次很多環節的對比也加入了華為 Mate 80 Pro Max 和小米17 Ultra 徠卡版。當然了，這期是不能作為正式對比的，因為這回保時捷設計版呢還是工程版固件，等升級到了正式版固件的時候才能做正式的對比。但是本次通過個別環節零星的對比，大家應該也能看出這台手機的實力了。要說問題嘛，長焦錄像時的拖拽感是需要加強的地方。那至於主攝超廣角長焦鏡頭的成像水平是沒有問題的，再加上它優秀的人像表現和強大的夜景人像能力。那如果你喜歡榮耀 Magic 8 Pro 的話，又想有更好的工業設計和質感，那 Magic 8 RSR 保時捷設計版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。OK， 到結尾了。看完前面內容，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幫助，更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啊！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。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